星期三的时候，两家银行先后出事，一个是矽谷银行 Silicon Valley Bank， 另外一家叫 Silvergate， 是两家不同的银行啊。先讲加密货币 Silvergate。到底为什么会爆雷，而它的爆雷为什么又是这么重要，我再会讲一讲为什么会倒闭。你听了之后啊，你发现啊，这个不光是散户输钱啊，连银行家都输钱啊，是不是很难想象啊？留到最后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连银行家都会破产。大家好，我是奇葩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次视频的上传了哦。Silvergate 到现在是清盘了，那它为什么会成为虚拟货币里面的最大的一个银行？这个银行呢，其实是美国加州很小的一家银行，1988年创办的啊，10年前，这家银行的老总呢看到了虚拟货币，买了虚拟货币，他觉得虚拟货币是一个机会，跟那个虚拟货币的交易所的关系都不错，他针对了这个虚拟交易所和虚拟货币的所谓的投资者，这个投资者是打引号的，我一向觉得虚拟货币不是个投资，但是对这些投资者的一些痛点做出了一些银行的一个配合。比如说我们要买虚拟货币啊，我不买啊，大家不要买。但是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要买虚拟货币，那虚拟货币是24小时都可以交易的。如果是普通的银行，只有星期1到5 banking hours、office hours 啊，下了班就没有存款了，没有什么拿钱走了，很不方便。所以呢，在这里这个 Silvergate 第一个迎合了交易虚拟货币的人的需要，变成了每天都开，而且是24小时的一个运作。所有的虚拟交易所 crypto exchange 都在这家银行开户口，收来的钱就放在里面，交易所收到的钱也放在里面，投资者要买卖的时候的钱也放在里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有这个世界的虚拟货币价值多少，那个价值多少都有人去买的，虽然是炒上去了，但是都有很多人曾经是真金白银或者是用美金换成了这些虚拟货币的，换的时候这个金钱就到了不同的交易所，而不同的交易所他们的银行户口就是 Silvergate。 假设啊，一个交易员在买卖虚拟货币的时候，如果他把钱又换到了银行，换到了这个美金，那每一个银行就会问了啊，你这个钱在哪里来的啊？有没有交税啊？是不是洗黑钱啊？很多问题很麻烦，一般交易员呢不希望回答这么多问题，所以他们要卖掉一个交易虚拟货币的话，把这个钱不会换回美金或者换回其他的货币，而是取到了一个叫 stable coin 稳定币。这个稳定币呢，理论上是跟美元挂钩的，所以你就不用换到美元了，你只是买了一个稳定币，到那个虚拟货币你觉得想买的时候，又可以从这个稳定币转成虚拟货币。虚拟货币的钱出来了之后，不会进入美金，进入了稳定币。那这个稳定币要使到大家对它有信心，而且要跟美金挂钩，怎么来做呢？发行稳定币的以前有爆波的 Luna， 还有爆波的 FTT， 这些稳定币背后要的钱就是放在 Silvergate 里面。其实这是完全是一样的，想象我们口袋里都有钱，港币、人民币、日元、英镑、欧罗都是一样。央行发了钞票之后，它不能乱发的，除了美国印钞票是空气印出来之外，香港金融管理局其他的货币啊、央行啊授权3家银行印钞票，但是印了之后背后一定要有美元，有多少的港币在流通，背后就有多少的美元在后面。金融管理局收到了很多没有利息的美元，它一定是买美债，所以这个操作是完全一样的。 Silvergate 也是一样， Silvergate 现在出了问题了。大家想象一下，为什么我在星期5上传的 YouTube 视频里面也讲到了美元，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不光是美元的问题，你拿着港币，你拿着台币，你拿着人民币，你拿着新加坡币，你拿着什么货币，其实你们的央行，我们的央行都跟 Silvergate 一样，是拿了我们的钱换成了美金，买了美债，赚了一点点的收入。所以呢，我们的金融管理局它的量很大，每年都有多少钱的一个收入。其实你看它的投资回报1到2%，很低的，接近就是美国国债的一个利息，就是因为他收了这些钱之后去买那个美国国债。美国国债在我上星期5的视频里面说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题，一旦爆雷的话，这两个银行的事情还是小事情，国家的央行都会有问题啊。希望它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是坐在这个火山上，而且我在星期五的视频里面讲过了啊，美元的问题、美债的问题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可以避免的，没有办法可以逆转的，只会越来越严重的啊。在这个情况下 Silvergate 就是针对了虚拟货币这个世界，他们需要，包括是交易所需要，包括是广泛的投资者，我觉得他们是投机者的一个需要，变成了在这个领域里面的领先的银行，现在倒闭掉了。其实它是唯一一个银行，它都是做到了自己有一个 network，把所有的虚拟货币的交易所连在一起，使到你在交易所与交易所之间也可以转钱，也可以转货币，也可以转虚拟货币。所以它那个服务啊，基本上所有的大的虚拟货币的交易所都在用它。其实它是很出名的，没有发生事情之前，因为它是上市公司，它给人家的那个 earning result 里面还自夸我们是 zero cost funding， 就是说啊，我们买虚拟货币，钱打到那里去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所收到了钱，也是放在那个 Silvergate 的银行里面，它有大量的钱，而且这个钱是零成本的，所以他说，哎，我这个是我的优势，因为我的资金是零成本，但是他的资金你看一下，他的资金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多到了11.7个billion， 就是1000多亿美元。你想想看，有1000多亿美元的现金放在你的账户里面，你会怎么做？如果他什么投资也不做，那好像是浪费了。既然你上市了，股东肯定要你盈利增长，有这个回报。所以在右面那一张图，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夸，你看我的 revenue 不断的在涨，我赚的钱越来越多，我的成本基本上是在 flat 平的。所以呢 Silvergate 上了市之后，股价也很好了，他的 CEO 当然也是赚了很多的钱了。他们投资了什么东西呢？在银行里面是不能够投资所谓的高风险证券的，所以他们不能够把存款去炒股票，因为他们感觉到如果炒股票输掉了，你怎么还给人家？只能投资一些叫低风险，最好是无风险的国债。那在那个经济学里面，在金融学里面，无风险的定义就是美国国债，他就去投了大量的看起来是低风险的低回报美国国债。那虽然是低回报，但是它的成本是0，而且它的量很大，1000多个亿美金，如果能赚2%已经不错了。那人是贪心的，美国国债如果记得的话，在2021年或者之前一直在降息，一直在降息，接近了零利息之后，他们感觉到回报有点低了。但是呢，我们知道美国的国债因为现在通胀很高，所以美联储是不断加息，而且美国的10年国债也在上升，这几天跌下来了，最高是到过4点几个%，最近也到过4个%，这2天又跌了一点下来，因为又有问题了。反常的有问题的时候应该是利息涨上去的，因为钱值钱嘛，但是现在的利率又下来了一点，整体来说已经到了3.7个%左右了，每天都在浮动的。那大家知道，当这个利息涨上去的时候，它的债券的价格就会下来，所以它以前买下来的债券都是在1个%左右，它的 average 是1.7个%，那当然是包括了最近买的一些国债，整个加在一起是1.7个%。你想想看，1.7个%的30年的债券，如果是国债收益率涨到3.7个%了，那这个债券的价格自然要跌下来 ，so that 你的分母跌下来小了，你那个收益率还是固定的，每半年、每1年收到多少固定的收入的，债券是固定的收入的，除上一个小的分母要等于3.71个%，所以利息上去，债券的价格就下来，债券的价格下来，它赚了1.7个%的利息，但是这个价格下来了，是下来了几十个%，但是问题出来了，在会计来说，如果他是打算 hold to maturity， 就是我不打算卖掉的，我打算一直拥有，到期的时候，如果债券是100块面值的，我就拿回100块，我每年拿1.7个%，到期的时候我就把100的面额的债券全部拿回来。如果他是 hold to maturity 的，他是不需要告诉人家我这个债券贬值了，在他的账面上，你去看他的财报，他的资产很高，因为他没有打算卖掉，所以没有
mark to market， 没有按照现在这个市价的那个债券已经跌下来好多了，去重新调整它的 balance sheet。这个现在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恐惧，因为投资者不知道他到底输了多少钱，资产贬值了多少。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呢？ Silvergate 因为 FTX 倒闭了，还有好多的其他的虚拟货币投资者不安全了，要把钱拿走了。虚拟货币的那个投资者把钱拿走了， FTX 倒闭了，又有些钱不见掉了。这个情况下还有很多的那个稳定币也不稳定了，也爆雷了，所以很多的投资者不断的要拿钱拿走。那我们刚才记得啊，他钱是没有成本的拿过来了，但是他买了美国的债券，赚那个 1.7% 的低风险低回报的回报，但是现在要钱拿回去了，他要去卖他的债券了。他在卖他的债券的时候，在 accounting 里面他就已经不再是叫 hold to maturity， 拿到到期的时候才拿回来了，所以他在 accounting 的 book 上面啊，账面上他要 mark to market 的 rebooking 了，就是现在市价是多少，他就要重新入账了。所以这个数目是慢慢越来越多，因为人家的赎回的这个要求越来越多，所以他要卖这个债也卖了越来越多，然后他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亏损也就越来越多，他的资产降低了越来越多，到了某一个点他是资不抵债，他拥有的资产不够他欠人家的债，这个时候他就完蛋了。那还有一点呢，使到他加快完蛋呢，就是他是贪心的，买美国国债低风险低回报，其实一点不低风险，买美国国债可以使到银行倒闭的，但他也看到 1.7% 的回报很低，所以呢他借钱给客户去炒虚拟货币。虚拟货币他自己不能买，但是他的客户很愿意买，特别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很多的虚拟货币的投资者是小白，是新手，哇，每3个月涨1倍了，每5个月涨1倍了啊，一下子又涨1倍了，谁都想借杠杆，借钱，借3倍、5倍的钱，反正有人借钱给你，你就借了钱去炒这个虚拟货币，因为炒上去之后，哇，你还掉了多少利息都不要紧，因为你是赚了好多钱了。但是大家知道，过去的1年多，虚拟货币这个泡沫爆破了。大家如果有跟踪我的话，我说了1年多虚拟货币这个泡沫会爆破的，不是今天才说的。那虚拟货币这个泡沫爆破之后，那些客户啊根本是没钱可以还的。你想想看，你借了我6万块买 Bitcoin， 我一买100枚，现在没钱了，我拿什么来还给你？他又是很多的钱收不回来。在这个时候呢，一连串的亏损再叠加，人家一看了，哇，资不抵债，谁都要加快的把钱取出来，结果他是没有钱了，他就申请清算了 liquidation， 还不了钱，就是我不玩了，我有多少钱就按比例分吧。这个时候在他的账户里面的所谓的存款的人，包括交易所的拿回来的百分比不高的，很少。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木头小姐的爱股 Coinbase 上市的时候400多块上市，炒到600多块，他还说要涨到多少钱，我说这个股票千万不要碰。我有说过 bullshit Coinbase， 你看看 Coinbase 现在只有几十块，从600多块跌到几十块，那这一次也是损失惨重，倒闭也是那些交易所不玩了，要把钱拿出来了，他就说 sorry 我没有啊，到最后就一下子全部拿不出来，他也拜拜了，清算了。如果还有人在什么虚拟货币交易所还有钱的，赶快拿出来了，你再不拿出来的话，那 good luck God bless you 了。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记得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